录上了。嗨，大家好。我是在美国德州这边的一个 Uber、Lyft 司机。之前一直想录视频，记录一下在这边的生活、工作。但是因为觉得做 Uber 和 Lyft 就像大部分人现在一样会认为的一样，不是一份特别体面，不是一份特别骄傲的工作。然后自己也潜意识觉得自卑吧，没有去录。但是管他呢，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工作。你喜欢也好，别人怎么评价也好，都没有办法去替你去生活、去工作，你还是一样要去做你的选择，去用这个来维持生计。有的选的话，有更好的工作的话，当然会去做。但是没有更好选择的话，这也是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嘛。而且虽然上学的时候会被教育到工作不分贵贱人不分等级，但是我们长大了，在社会上混久了，也就知道这些都是 bullshit， 都是鬼话了。因为人的固化的偏见成见思想还会是觉得就是有贵族就是会有有钱就你住大房子开豪车就是让人羡慕其实这都是自己的心态吧。我们每个人你房子再多，你最后也只能睡一个，也只能用一张床。你车再多，你也只能开一个。最后，我们在人世间，你钱再多，也都是有固定的寿命，也都会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都最后大家都会面临死亡。你想通了这些之后，你会觉得，就像所有好多智者贤者说的一样，我们其实人到世上来一趟，其实就是来体验一番，来体验这个世界，去爱，去做，去看，去听，去感受。那当然，有的人会在世俗意义上的会很成功，会拥有很多的所谓的身外之物，我们每个人都想拥有的这些。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大富豪，都每个人都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总有富人，有中产阶级，有穷人，有路上的流浪汉。那你还有的，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打仗，或者是还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甚至可能还得不到生活基本的保障，在温饱都会是问题，或像战争中的一些悲伤的国家，他们的生命都是成问题。第三世界的这些，所以
人最大的烦恼就是比较。咱作为中国或者华人，我们就根深蒂固，一个习惯，性格吧，就喜欢比较。那有比较就会有痛苦。那你学会努力的放弃比较这个不好的这种去比较的这个习惯呢，才能会渐渐收获很多的快乐。我也一直呢努力的去做，每天觉得今天的收入不多的话，在想哎呀不多，然后转念一想，但是我已经和很多人比，已经很幸运，已经很多钱了。像有些人，有些国家，有些城市，有些人，他们可能远比我要辛苦的多得多，去挣比我要少的更少的可怜的收入去维持生计，他们真的，很心酸。我们这些所谓你觉得你收入不多，哎呀抱怨呐，生活不好，其实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了。我就会感觉到真的都还好。然后我就想，这就是我的生活啊，我就是这么一个开 Uber、Lyft，就在一种意义上，我维持了生计，我也帮助到了别人。很多没有车、不方便开车的人，去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工作、生活，娱乐这也是利人利己的一种事情嘛，对吧？而且，即使工作是不分贵贱，但是我们会觉得工作有贵贱。其实，你想，你再高贵的工作，对吧？它只有那么一小成分的人会就得到可以做，那在低贱的工作还是需要很多的人去做。每个人都想做高贵的工作，那是不可能的。然后低贱的工作，你不做，总有人会去做，总需要有人去做，对吧？然后只要你不被世俗意义上的所谓的低贱所困扰，你不这么看待，你自己很开心就好了，对吧？所以就是开心都是一种很主观的，你干嘛要被别人影响？我是做 Uber、Lyft，是从去年2024年1月份，也是很巧，就是之前做的别的工作，1月份开始做 Uber、Lyft。然后等一下，我把口香糖拿出来。然后我的驾照是我活了好长时间，只成人之后可以用驾照，好长时间我都没有驾照，我就是从来都不开车。然后我是在03年拿到了驾照，在美国这边拿到了驾照，然后04年1月份开始开 Uber、Lyft， 也是很 crazy， 很疯狂的，因为开出租开这个 Uber、Lyft 对于是越有经验的老司机来说是越适合的一个工作，是切身经历。因为我是23年拿的驾照，那相当于我的驾车经验是不到1年，很少就开始开出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开的是 Lyft， 我当时 Lyft
它好像是有一些规定，但是没有硬性的，必须驾照要满1年的规定。Uber 当时是不可以开，因为 Uber 是有，司机必须要有驾照，驾照的驾龄是要满1年，至少要1年。我当时没有申请通过，我也是知道的这个规定。Lyft 就通过之后，就当时还记得我自己的第一次拉客人的经历，就是是一名女性。我当时是特别的紧张，因为第一次，而且我也是属于一个开车的新手，特别紧张，我紧张的不得了。再加上还有陌生人进到你的车里，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就硬着头皮，反正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有这个过程。那当时我记得还是第一次，我还是下午还是傍晚，当时天已经暗了，对吧？现在想应该最好的是从早上白天时候光线充足的时候去开，第一次比较好。但是真的新手都没有考虑这么多，因为你要知道什么都知道，你就不算是新手了嘛，都是一步步摸索过来的。然后我当时是天色已经暗下来，我当时就路灯都开了嘛，然后我又紧张，特别紧张，紧张就会容易出错。然后我当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因为到十字路口嘛，是十字路口，我要是向这边转弯，那转弯它是德州这边的路都特别的奇怪，它都有好长好长的，就是那个中间的隔户带 divider 隔户带，然后隔着两个方向嘛，然后有时候就好多条道路，然后当时转弯又紧张，然后然后天色又昏暗，我特别就是紧张，然后我转到了相反方向的这个车道上了，应该再往前开一些，嗯嗯，经过那个中间的隔离带，然后转到这个方向，但是我是没有到这个隔离带，我就提前转了，然后转到了看到迎面来了车辆，这个道路上，我当时慌的不行，然后那个乘客也慌的不行啊，转错了，是个白人女性转错了，然后我就说对不起啊，我这个我犯了错误，然后当时比较幸运的就是，我转到这个错误的方向的路上，然后没有迎面来的车流可能是当时正好也不是我忘了是周几了，可能也不是交通高峰。因为交通高峰期的迎面车流会很多车的，然后我那边转过的时候就没有车过来，没有看到车过来，但是意识到这不对，这是一个这是不对，反方向的，然后我就立马就是倒车倒过来，然后又往前开转到正确的车道上去。我当时记得就是特别深刻，然后还当时想，哎呀，我千万不要给我差评，因为 Lyft 它会有一个对司机的评价系统嘛，从1分到5分，然后5分是最高嘛，然后一般司机都会4点几、4.9啊、4.8啊、4.97、4.98、5分之类的。你刚开始的，嗯得到差的评分，那对你肯定不好嘛。然后我个人是又比较追求，我一定要保持到最高的分数，就是5分。
所以我到现在开了1年多之后，我的 Lyft 的评分还是5分。有时候你收到差评，你就会发现你的分数会从5分降到4.99、4.98的一个情况。然后虽然 Lyft 它的评价上面写着 Lyft 说你的评分是4.884.89，你的账户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的评分是非常棒的一个状态，说是 excellent great。但是呢，我自己的偏好，我不容许有就是低于5分，我只要低了的0.01或0.2，我就不舒服，我就要努力把它消掉。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是对，1年等了1年之后1年之前 Uber 不让拉客，但是他允许你会让你送餐，就是 Uber Eat， 就是 Uber 送餐嘛。我尝试做了一些 Uber Eats， 当时就是现在我基本上都不做 Uber Eats， 但是做的最多，我看了一下 Uber 的账户，我有送在 Uber Eats 上，就是送了1000多个单，1000出头的单，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做了1000多个单，但是可能就是那时候。在1年期没有办法拉客的情况下，Lyft 是可以拉的，但是在 Lyft 拉客中间穿插做了一些 Uber Eats 的送餐，它不光有送餐，它还会之前会有送包裹，就是很全能，就是别人交给你一个别人需要包裹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那一般你会选择做快递呀、邮局呀什么的。但是 Uber 就是说你是当天打，基本上就是小时打。如果是在同一个城市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城市。当时我中间做了也好多这个有是这个包裹的，就是开到这寄包裹人的地方，他把包裹当面交给你，然后你把包裹送到接收人的手里。基本上有都会很远距离的，也有近一些的，但都不是那么近哈，都比较远。最远的我有一次开了是1个多小时近的也会有半个小时这样。送了这个 Uber Eats 的单，然后后来1年之后 Uber 可以拉客人之后，我基本上就是全都是像 Lyft 一样拉送客人了，就没有送餐。中间有尝试过在心血来潮打开这个送餐的选项，然后发现哎呀，这涌进来的单是很多，但是这个付的费用实在是太低了。有时候你知道，你要跑可能20-30分钟，你会赚3-4-5块钱，这是3-4-5好低的。就是基本上你看到有的是跑10几分钟、20分钟的，是2-3块钱你这种情况，难怪我都奇怪怎么会有这么人去做真的就做的时候就完全就是寄希望于你一定要给我小费，一定要给我小费，就是祈祷客人能够给你小费吧。但是也不是说客人就很大方，就100%就给小费。现在我这边我不知道其他地方，这德州，我在这个 Katy 就是凯蒂休斯顿对，休斯顿是 Houston 这个地方，的客人没有那么大方吧。你可能会接这么说吧，你接10单送餐的，运气好的话，你可能会有3单4单会有小费的这样情况真是很不划算。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不送，真的，我感觉这
这个就是赔本赚吆喝，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感觉你赚钱不理想，因为你这个车有油耗，还有你的里程增加，还有你要维持还有保险，你这样杂七杂八出去，我就觉得这个不赚钱。然后就是Lyft Uber，今天是看一下，今天是周日，4月12号，2025年。今天是周六的德州这边，然后我早上还是像以前一样就是起得很早，但是没有用闹钟，因为昨天没有任何就是有预定的预约怎么 reserve trips 就是预约的乘客，因为我一般喜欢接预约的乘客，然后没有这个预约的乘客约单，我就想，因为这边的周六周日早上啊，除非有机场的，然后再顺带搭在几个上早的，就是做苦工，餐厅啊，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比较有早班要求，周末会上班这些打工者外，然后生意就很死，就是 dead，就是很缓慢，周六周日的情况下，但是晚上还是傍晚，然后夜里，生意特别好，就是一些有夜生活的人啊，喜欢去 party 去酒吧的，这些，嗯比较会享受生活的，有夜生活需求的人可能会叫车，然后生意特别好。然后，据我一些乘客他们说，就我会拉到一些酒吧的乘客，还有一样作为开 Uber 的乘客，他们会说夜里这些去了酒吧之后的人呢，他们就是喝高啦，然后喝开心啦，又是周末，反正心情好呢，他们就基本上就会给小费啊，给小费，所以赚的比较好了，就是收入比较好。但是我不出晚上的车，我出过，也不是从来没有出过，我出过一些，但是我晚上就不会，一般都不出。我的行程就是每天早上，或是3点，或是4点。基本上在4点钟左右的一个情况，我会起床，一般我是喜欢有预约的trip，然后我会接这些起来去拿他们，基本上都会是去机场，就是休斯顿乔治布什机场，去机场，然后去了机场，然后之后我就会开始从机场回到我家，一般这个早高峰，然后都要经过1个小时，如是直线距离，没有拉任何人的情况下，但是肯定不要跑空车嘛。然后就到机场，我就可以一路从机场回到我家的路上，一路载人，但是缓慢回到家的一个情况。然后今年就是我不清楚是经济下行还是我Lyft 它是叫什么一个 level tier， 就是level tier 的情况的原因，我今年就是收入没有去年好。就是 Uber 也会有Lyft 也会有，就是
就相当于你怎么举例？现在你有 QQ 的，还用过 QQ 会有什么粉钻、红钻、蓝钻啊，就是这种的这种不同的等级吧到处都有等级制度，即使是这个东西人的等级，但是等级是要根据你载客人的数量数量来算。像我去年我可能就干的比较疯，刚开始嘛，然后我也不清楚，我今年就有点懒散，去年就干的比较疯，就是什么单都接，打开 AMP，打开 Lyft，就是接客的那个软件之后，什么涌过来的单就是照接不误啊，接，完就是可能我都不知道自己会跑到哪，就整个围绕着这个大休斯顿啊，到处角落跑，然后新人嘛，也现在就是养貂了，就会这样，要去繁忙的市中心啊，要尽可能的找到这些bonus 就是什么，就是额外的红利啊，去找这些东西。就那刚开始新人的时候就不讲这些，全部接，然后就一下把自己的那个等级给干起来了。那等级就是Lyft 它是刚开始是一个就是基本等级嘛，然后之后会升到什么是粉色，然后是什么钻石啊，铂金，什么铂金，然后是什么，就是分4个等级吧。我当时干到最高等级，那是 Platinum 应该是铂金吧。铂金在上面铂金在上面是 elite 就是 elite 怎么说，精英等级吧，精英然后就是最高等级，它每个不同等级享受的那个特权也不一样，就是你对于 driver 对于司机来说的一个优惠，一个特惠吧，就相当于比方说的精英等级，我可以有6条，6条就是 location filter， 就是特定方向选择的一个按钮吧。比方说你只接收到 trip，只接收那个客人是从某个方向到某个方向的，然后你要去市区，你就选择这个功能，它就基本上会给你的客人会是向着你市区方向的，而不是会相反远离市区的方向去走的。然后就会有6条，那降级了之后就变成4条，再降级之后就变成多少？3条然后没级的就没条，没有这个功能。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功能，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是领top tier， 就最高等级，最喜欢就是会有像一个领先入场去到那个预约的拉客的叫 reserve trip。scheduled reserve trip 就是客人他因为 Lyft 和 Uber 都有嘛，都有这个功能，客人可以提前在上面预约，然后一般都会是到机场预约明天当然不只是天数可以选择嘛，你可以预约1个星期之后，你可以预约3个星期之后，说某年某月某日，就是未来的一天早上5点，我从你家到机场，然后提交会显示给你价格之类的，然后司机们就会到一个界面，会看到所有预约的这个需求的客人的
都在这个界面里，然后你先到先得嘛，你看到一个你想要，然后你点上去，然后你预约到，然后你就在这天你要准备好，然后你去拉这个客人，然后只有精英等级的这个 Lyft driver，他会可以有提前领先入场权，他会像我之前都这样会看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就是价高的，然后里程少但是价格又高，像50啊$60啊这样去机场，然后这样的，但是先到先得，别人看到抢走你就没有了。所以当时我是一天不停的在这个界面上，在我不开车在家不工作的时间，我就在界面上就不定时的去刷，然后刷到了这个好的这个有预约的 trip，a ride，我暂时想不起来中文怎么说，然后就把它预定到，就对于我的收入会很有帮助嘛。所以去年做的时候，我就轻轻松松，一天我就可以入账100-200，但是就是而且是只在工作只工作3小时、4小时、5小时这样情况，我不是工作8-9小时、10小时这样的。然后今年就然后今年就没有，是因为这个 Lyft 它就很恐怖，它要这个点，比方说你是$1，就是你拉客人$1是一个 point， 是一个点，一个积分，那你要积分到2450或者是什么2600，它还有浮动，这个积分才可以维持到你这个精英层的一个等级，而且这个等级是你这个月你这个月赚到了这个等级分，你下个月可以享受这一个月的，但是你下个月同时你下个月当月工作，同时你要攒够分，而且去维持你下个月的这个等级。所以说，如果有哪一个月你没有赚够这个积分，你的等级就掉下来，掉到下一层，就没有这个提前预约的功能，这就很烦恼。因为我比较在乎喜欢这个功能，对你的收入是提高很大帮助的嘛。所以我已经失去这个精英等级的功能，已经失去有半年多了吧，因为真的很难，就是因为可能之前我是有赚到，我去年干得很就很疯狂，工作时长也多，然后就起早贪黑，就是用一切我的空闲缝隙去做，然后一旦你达到了之后，你有了这个等级就非常好维持了，因为你可以去预约这个金额很高的这个预约的车reserve trip，然后你下这一天这积分就一下起来了。如果你没有预约到，你想大家众所周知 Uber 和 Lyft 它给司机付的薪水真的很垃圾的，他们拿提成的，然后还各种各样的费用，说什么车险费啊、政府管理费啊，还有什么platform 就是什么软件运营费啊，然后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费通通给你拿走，然后他们的 service 费啊，就服务费啊，什么 tax 啊，然后税费啊，拿走之后，杂七杂八拿走，你能拿到一半就已经很不错了，拿到一半都已经很不错了。他们经常这么 claim，就是这样说你司机拿走的一定会比一半还多
Lyft 说我们保证你会拿走70%及以上都是你的，经常会有这个保证，但是你会看到你拉了一个人吗？因为 Lyft 你拉过这个 trip 完成之后，你可以看到乘客，比方说我经常会看到这个乘客他总共付的是多少钱，他付了，昨天是多少啊？客人付了15块几毛几，对吧？15块钱美元，我最后拿到6块，拿到6美元。这很可怕，对吧？然后你指望客人去给小费也不大现实，因为很少客人就是真的很少，可能1%，也不是1%吧？你说10%及以下的人，就是说1/10可能会给小费，这样，在我这边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就是我说到哪里了哎呀，说的比较长，不好意思就是所以我的 Lyft 等级掉下来之后就不容易再得上去了，因为这个你没有这个 reserve trips， 然后之后呢，你要每道算一个积分嘛，他又付的很垃圾，你拉一个你赚6美元是客人付15美元赚6美元，但是你这个行程耗时20-30分钟，相当于我要做一天开10小时，11、12就是10小时以上这样可能，然后这么开1个月，我可能会达到这个需要的等级，但是今年我都变懒散了，就是怎么说，就是 work smart not hard， 就是要聪明的工作，不要就是死笨的工作，人就是嘴养刁了嘛，就不想像之前那样就疯狂的，就是这么就不分不选的去做单了，因为就跟各种原因也有关嘛，一是你养刁了，二就是你这对于你的车的损耗是很有的嘛，你当然想尽可能的在一定相同的损耗下赚更大的钱嘛。而且去年我开的车也不一样，去年是我当时是23年买的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当时是一个 Kia Rio，2023年的 Kia Rio， 就是国内叫起亚。第一个车嘛，我也不挑，而且我买的时候没想到用来去做 Uber Lyft， 就是当时的工作上下班需要用，而且平常生活中去哪里也会方便嘛，因为美国是一个在车轮上的国家，是真的没有车是很不方便的。当时就买了这个车，后来是辞了其他的工作之后，想到去尝试做 Uber Lyft， 然后那这也不错，因为主要是觉得我这人比较喜欢自由自在嘛，到处跑，可以看各种各样的风景，还有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当然每个人都很喜欢 nice 的人，但肯定因为人形形色色，也会有不 nice 的人，你也会遇到，不可避免。但基本上大部分人还是正常的嘛，对吧？然后好了，觉得这个有收入，还有自由，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客人也会经常聊天，问到我，你为什么，不是说你为什么，就说你喜欢做，就是 Uber Lyft 嘛，就是你为什么喜欢做呀之类的，然后我就也会经常想，然后也回答他们说，因为我没有老板管我呀，我之前做的工作他会有老板，朝九晚五会给你制作上班表嘛，你要到，你不能迟到，不能早退，无故旷工之类的，还有打卡这样临时工资，然后我会觉得那我开 Uber Lyft， 我就是我自己的老板，对吧？我是我自己老板，其实法律上意义上也是的，因为他们这边规定 Uber Lyft 就是属于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就是独立
合伙人、打工人，就是我虽然开的是 Uber Lyft 的，用他们的这个平台，但是是属于自由职业，因为在年底报税收的时候，也都是这个1099这种自我职业的这个用到的报税去报税嘛。所以我说自己做老板啊，不用看老板啊、领导啊各种各样的人的眼色啊，然后还自由啊，我自己想出车就出车，我感到不